天地万物都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本能，就是必须传宗接代的潜能。譬如一棵竹子面临枯死之前，才大量开花，以求后代延续。人类和所有动植物也都一样有这种本能，所以当人纵欲过度，极易耗尽生命，走入死亡之路。中医认为人体有三宝，即精、气、神。精气神乃生命之根本，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很多人一天工作劳动，或者用脑，或者用体力，一天用去很多的脑力和体力，单凭我们吃的这点水和饭来补充我们的精力，补充我们的营养，够不够呢？远远不够。实际情况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接天气，接地气，还接人气。要通过天地人三宝补充能量，可不只是吃喝。天有三宝，日、月、星；德有三宝，水、火、风；人也有三宝，精、气、神。我们修道的人可以几天不吃饭，也可以一天吃好几顿。所谓精足不思淫，气足不思食，神足不思睡。你看卫星，它是靠燃料，固体和液体燃料挣脱地球的吸引力才成为卫星的。那么卫星为什么能在轨道上运转不掉下来呢？还不是星球产生的引力维持着它，不掉落，不上不下。可见星球的引力很大，能把几十吨重的卫星拖在太空中，而且能运转。这是天有三宝，日、月、星的力量。太阳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很大，它哺育万物。月亮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当大，它的引力能把海水吸起来。妇女的月经例假与月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去中医院，如果是个比较传统的针灸大夫，他在月圆的时候不敢给你下补针，在月亏的时候他不敢给你下血针，就是因为月球引力对人的影响不只是地球，所有的物质间都有吸引力，这就是万有引力。这是物质界，生命界也是如此。我在吸引您，您也在吸引我。人生病，或者死亡，或者是遇险，飞机失事，汽车出祸，每月的初一、15前后总是多发期。所以天有三宝，日、月、星。修道的人就要了解天地星球对我们的影响。9大行星，从冥王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，一直到水星、木星、土星、火星、金星，它们对我们的引力有多大，我们一般不清楚，其实是非常大的，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它们在运转着，运转的位置对每一个出生的婴儿都有相当大的影响，决定它的能量场。
影响他的遗传基因。我们的古人用一套办法来表达，这就叫生辰八字。生辰八字的道理在哪里？就是他在出生的时候，天上日、月、星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，这时星体间产生的引力波互相作用，就产生了一种类似星系的漩涡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被古人叫悬空造化场。造化，它自然会在这个婴儿从先天到后天，从娘胎到世上的刹那，造化这个人，产生特定的作用，影响这个人的许多方面。在古人来讲，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、天人相应、天人合一。老年人常说，夜里看到天上的星星，有一颗掉下来了，一定是有一个大人物死了。我们听说过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星体间的引力能量场，受到了特殊的影响，可是我们后天并不能觉察，而修道的人可以反先天，慢慢的也就能感应到这个场了，也就了解了，了解了就会相信，并且顺势而行。这就是所谓顺其自然。在凡人来讲，只好自我安慰，把逆来顺受说成是顺其自然，这当然曲解了圣人的本意。这些东西除了修道内证的人外，更多的人不练功夫，只好通过术来把握。在西方，人们叫星象学、占星术、讲星座，比如我是宝瓶座，你是处女座等等。什么意思呢？还是一样，你什么时候出生的，这个星座对你有主要影响，然后就说你对应这个星座了。东方主要是生辰学、命理学，看生辰八字，或者更高级一点的是紫微斗数，能更明确地看出星体和人之间的关系，其实都是建立在天人感应、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之上，建立在悬空造化场的基础之上。道家理论说，悬空造化场里会产生一种对生命界影响很大的能量，古人就叫生气。这个生气就是我们需要的能量，这股能量主要补充我们的元气，补充我们的真元之气。我们要是离开这个生气，就没有元气，光靠吃东西那远远不够。所以古人讲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是说我们人人不能脱离日、月、星。修道的人当然更不能脱离日、月、星，只是我们从被动的接受可以达到主动的修补，这又上了一个境界，生命的品质更高。可是很多现代人，他接受日、月、星的生气，补充他的元气的时候，接受的非常有限。这里面一个是时间问题，一个是方法问题。什么叫时间问题？因为古人无不是天一黑不点灯就睡觉，
夜里也许2、3点就醒了，醒了就修行。这个时间当然高效接受生气补元气，因为天一黑到夜里的1点钟，是我们每个人生发气血的时候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人，晚上看电视、聊天、喝酒，总要弄到11点、12点，甚至于1、2点钟才睡，甚至于有3、4点钟才睡的，所以就得不到生气的补充，日子长了，自然亏了元气，气色不华，还美其名曰亚健康，不过就是全身的能量水平太低嘛。你看小孩长个，肯定是天黑到夜里1点钟长得最快。妇产科的护士、大夫都有经验，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到田里头看农作物，夜里都能听到麦穗长个的声音，但准在1点以前结束，过了1点就静悄悄了，噼噼啪啪的声音就没有了。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脸色不好看呢？就因为睡得太晚了，一看电视就看到凌晨1点，已经错过了生发气血的时间了，也错过了悬空造化常以生气补元气的最佳时机了。天予福取，反受其咎，天有好生之德，你不要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只好遭殃。所以早睡非常重要，老年人千万别过晚上10点才睡，最好9点就睡，小孩子最好8点就让他睡，哪怕半夜醒了再做功课。人体缺乏气血，能量不够，制造出来的组织细胞就是半成品，结果健康细胞变成了癌细胞，真是没话可说。在深入探讨精气神的奥秘时，我们发现人体的生命力与宇宙的微观秘密似乎有着神秘的联系。这种身体与宇宙微观层面的交融，或许是构成我们身体与意识之间错综复杂联系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我们将精气神的研究延伸至微观量子领域，或许能够为理解生命、意识及其与宇宙的深刻关系提供崭新的视角。下面的内容可能有点难，接下来我们将勇敢踏足这个充满挑战与探索的领域，解开人体精气神与量子之间那神秘的面纱。量子科学对多数人来讲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学科，因为量子的特性很诡异，它不但存在波粒二象性、量子纠缠、量子叠加、量子吸引、量子干扰等特性，而且粒状的量子不遵循牛顿力学，波状的量子不遵循波函数，这让研究量子科学的物理学家们一头雾水。这是因为量子科学已经触及到了灵魂世界，灵魂即思想意识。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科学研究已经很透彻了，但是对于灵魂世界才刚刚开始。灵魂就是传说中的不可分割的量子，独立而恒在的个体。科学界对量子的定义存在偏差，
量子不是传统物理学上的最小单位，而是一个客观上不可分割的独立个体单位，没有大小，因为大小是人的分别心创造的一个主观概念。客观灵魂世界只有能量没有质量，只有数量没有大小，只有空间没有时间，只有远近没有距离，只有形态没有形状。波粒二象性是量子科学的基本假设，后被无数的光量子实验证实的。光量子不是直线传播的，而是以波状传输的。而观察光量子的时候，它又呈现为颗粒状。在灵魂世界里，我无处不在，又在某处表现为我。当我的灵魂表现为我的时候，是我和我周围的人的意识聚焦在我身上，我就表现为有形的颗粒状态。当我表现不是我的时候，我的意识焦点聚集到周围人的身上，我的意识就分身到了周围人的意识体上，我就表现不是我了，而是一种无的波状。现实人生中，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周围的人的关注。当这个关注力越强的时候，我的存在就越有价值，我的能量就越强。当没有人关注我的时候，我就不是我了，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。这也就是人害怕孤独的原因。孤独可以令一个人窒息死亡，因为灵魂就是量子，所以灵魂具备量子的突出特性。纠缠，什么叫量子纠缠？就是两个有关系的量子之间，一个量子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另外一个量子的改变，而且两者的改变是同时同量发生的。比如母女二人，女儿生了个孩子，女儿就变成了妈，而母亲则变成了姥姥。母亲是被动的同时同量的发生了存在状态的改变，这就是量子纠缠。在灵魂世界里，灵魂与灵魂互相纠缠。比如我产生一个想法，周围的灵魂都能感应得到并做出相应的反应，同理，周围灵魂的想法也会引起我的灵魂反应。这个状况的发生是同时同量的。当我做出一个动作的时候，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识行为，而是受到了周围灵魂意识纠缠的结果。我的意识行为可能是被动的，我在梦中深刻体验到了别的灵魂对我的纠缠，导致我莫名其妙的行动。我自己的灵魂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行动。现实人生中也是如此。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，人不是为自己活着，一个人活着时刻都在受到其他人的关注，即量子纠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一起谈论一个人，大家都很想他的时候，他会突然出现，说曹操到。原来这就是量子纠缠的结果。这也告诉我们，人生在世要多感恩少怨恨。你感恩别人，别人的灵魂能感受得到并会同时做出感恩的回响。相反，你去怨恨别人，别人也会做出怨恨的回响。
当周围的人感恩回向你多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能量将会大大提升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当你的怨恨回向多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能量将会大大降低，身体发病，诸事不顺。量子纠缠也很好地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，有缘人终成眷属，有缘人终会见面，有缘人终汇聚到一起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什么是量子叠加？就是一个量子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方，或者存在不同的状态。另外一层含义是，当我们在一堆量子里观察一个量子的时候，往往观察到的不是一个量子的状态，而是多个量子的叠加态。现实人生中，当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的灵魂处于叠加态。这时候我们往往失去理智，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，因为在那个时刻我就不是我了，我受到了他人意识和心魔意识的叠加和控制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没信仰，但绝对要有正能量。善良和慈悲可以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，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正能量的加持，避免负能量魔性灵魂的叠加。灵魂的叠加也印证了一句话：万物都是一体的，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少了分别心，对待身边的人和物就多了一些自爱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，也明白了别人的缺点恰恰是自己灵魂缺点的映射，就不会挑剔指责别人了。量子之间是有引力的，这种引力表现为量子吸引。1687年，牛顿提出匪夷所思的万有引力，引起了科学界不小的骚动。大家怎么也不能理解，两个不接触的物体间会有吸引力。这个万有引力其实就是物体内部的量子吸引所产生的。量子吸引力因量子能量不同而不同，而量子的能量取决于量子意识。人与人之间，人与物之间的吸引力法则已经被人类所认可。灵魂之间的吸引是互相的，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感受灵魂的量子吸引。当男孩特别想念女孩的时候，就产生了巨大的量子吸引，另外一个灵魂就会因量子纠缠而被吸引，并产生同样的感受。于是两个灵魂在量子世界里就相会并叠加了。所以恋爱的最高级形态就是男女的合二为一，灵魂的叠加态。明白了灵魂的量子吸引，会指导我们人生中为人处事要先吸引对方，而爱是最大的吸引力。我的灵魂给你发出去爱的吸引，你的灵魂会同时感应到并对我做出爱的回响。灵魂的量子吸引也很好地阐释了宇宙吸引力法则的原理。灵魂的量子干扰，量子干扰也是量子科学研究中的一大障碍。
因为这种量子间的干扰，量子会瞬间改变它的状态，导致波函数坍塌。灵魂之间的量子干扰又表现在哪里呢？比如某甲的灵魂指导他从 A 地开车去 B 地旅游，某乙告诉某甲说不要去了会出车祸。这个时候某甲的波函数表明他今天会开车从 A 地到 B 地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在 C 地发生车祸，然后辗转回到 A 地。因为某甲受到某乙的干扰，他就不去 B 地旅游了，他的波函数一下坍塌了，出车祸这个事实就不会发生了。但是某甲的更大的波函数还是照常运行，这就是灵魂的命运，会遵循一定的波函数。我们人生中会经常受到别人的干扰而中断我们的一些行为，这就是灵魂的量子干扰。正因为有了灵魂的量子干扰，人生才更加丰富多彩。明白了灵魂的量子干扰，就能让我们多听别人意见，纠正自己的行为。但是同时别人的干扰有时也会阻碍我们的成功，这就需要自己有一颗明亮自知的心，觉知自己的灵魂目标，并持之以恒地达成目标，过程中不受其他灵魂的干扰。灵魂的量子干扰也让我们明白了修身养性的目的，就是通过静观找到自己的灵魂属性，尽量不受世俗灵魂的干扰，做真正的自己。做真正的自己还真不容易，需要把自己的独立灵魂从叠加态中扒拉出来，并且消除灵魂量子干扰，斩断灵魂的量子纠缠。难怪一些大修行者都出家归隐山洞，斩断红尘纠缠干扰，而他们修成的道后，却发现自己与万物连接成了一体，还是摆脱不了灵魂的量子叠加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补足我的精气神，愿你精足气盛神清明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